每到5月至6月，就是合欢山高山杜鹃盛开的时候，粉嫩与洁白的花海开满山头，衬托着翠绿的群峰与蓝天，真的美得动人心魄，仿佛走进仙境一样。看看现在这里的人潮啊，杜鹃花季，全部都是来看花的，是吗？我是不晓得。都是大家的事情。谢谢啊。刚才听山友讲，东风的杜鹃花盛开，很漂亮。现在我们就赶着要去，就不要去小七来了。那娟们来说的不准。山友说东风很漂亮。对，一个小时多脚程快。哎，你边吃。就地重游松雪楼，海拔3150公尺。现在里面在整修啊。这里看到没？就是东风的登山口。往这边是滑雪山庄，在那边看到了。下面这里是合欢东风啊，才1公里而已哦。对啊，1公里，那很快。我有问人耶。省道，你看，好，走了。雅令和 John 满怀期待地来到了合欢山，为的就是一睹这期间限定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。他们将车停妥，从松雪楼旁的登山口整装出发。当两人踏上往东风的步道时，心中其实隐约有些忐忑，毕竟这是一口气从平地拉升至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。但令他们感到庆幸的是，身体状况相当争气，即便空气稀薄，两人依然步伐稳健，完全没有出现高山症的不适。呼吸着清冽的空气，雅令与 John 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顺利与幸运，带着轻快的脚步，继续向绽放着绝美花朵的山巅迈进。高山的考验才真正开始。原本平缓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，空气也越来越稀薄。雅令跟 John 都觉得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虽然双腿开始发酸，两人仍一步一步稳稳前进。爬着爬着，他们看见了第一片盛开的高山杜鹃，那应该是玉山杜鹃，粉白相间的花朵在阳光下静静绽放，点缀着绿色的山坡，在蓝天与群峰的衬托下，显得格外清新柔美。看见这一幕，两人解开了合欢山杜鹃的第1道锁。接着，两人正式开始爬升，步道坡度越来越陡，他们只能一段一段慢慢前进，爬一小段就停下来休息一下，调整呼吸，以适应逐渐稀薄的空气。随着高度上升，周围的气温也明显下降，空气变得非常寒冷，微微的冷风吹在身上，让人不由得拉紧衣领。此时，山谷间的云雾缓缓飘了上来，逐渐笼罩着四周的山棱。当云雾飘过时，高山特有的景致也跟着呈现出来。层层叠叠的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远处的翠绿坡面与洁白的云雾交织在一起，景色显得宁静而富有层次。这段山径虽然全长只有约1.1公里，但走起来相当费力。陡峭的石阶、持续的爬升以及高海拔带来的喘息与寒意，都让他们必须格外小心前进。雅令与John没有急躁，只是稳稳地一步一步往上，途中多次停下喘口气。经过一段持续的努力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700米的位置。此时两人都微微出汗，虽然身体感到疲惫，但沿途看见的高山美景也让这段过程多了几分值得回味的感受。此时山上气温低，许多赏花游客都把衣服裹得紧紧的。雅令与 John 转往左边的小径前进，没走多远，就看见好几丛盛开的玉山杜鹃，粉白色的花朵在绿坡上静静绽放，模样清新柔美，让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高山的气候真的是千变万化，云雾吹来更加寒冷，
经过持续的努力，经过一段更为吃力的攀爬，越过大块岩石后，继续登上石阶，哑铃与 John 终于爬到了800公尺的位置。此时，步道两旁开始出现大量的高山杜鹃，一丛接着一丛的玉山杜鹃在山坡上绽放，粉白色的花瓣层层叠叠，绵延开来。在蓝天与群峰的衬托下，这些杜鹃花显得格外柔和而清新。微风吹过时，花丛轻轻摇曳，远处还不时有薄雾飘过，让整片花海多了几分流动的层次感。两人站在步道上，望着眼前这一片接一片的杜鹃花海，原本爬升的疲惫也稍稍被这眼前的景色冲淡。他们缓缓前行，继续沉浸在这高山特有的宁静与美景之中。哑铃与 John 继续向上攀登，终于站上了900公尺的地标桩。他们站在桩前，往下望去，以及往上方的山坡看去，都能看到许多盛开的杜鹃花。此时的杜鹃花大多处于盛开状态，每朵花瓣呈现白里透粉的柔和色泽，看起来细致而清新。与平地常见的杜鹃相比，高山上的这些玉山杜鹃，无论花型或色泽都更为细腻。在高海拔的冷冽空气与明亮阳光下，显露出独特的清丽气质。两人站在地标处，静静地望着眼前这一片点缀在山坡上的花海，感受着高山独有的宁静与美感。经过漫长而稳定的攀登，哑铃与 John 终于踏上了合欢山东峰的三角点，海拔3421公尺。两人站在标志前，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记录这一刻的成就。站在东峰顶上，放眼望去，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。此处最主要的种类是玉山杜鹃，也称森氏杜鹃，花瓣呈现白里透粉的柔和色调，形态优雅。此外，山区还能见到红毛杜鹃等其他高山品种。合欢山的杜鹃花期通常从4月底开始，一直到6月底结束，其中5月到6月是盛开的高峰期。在这高海拔的环境下，杜鹃花开得格外清新细腻，与周围的翠绿山林、蓝天白云相互衬托，构成一片宁静而动人的高山花景。两人站在三角点附近，慢慢欣赏这份大自然的礼物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在东峰三角点附近，哑铃与 John 找了一处杜鹃花树下稍作休息，坐下来享用午餐。四周环绕着盛开的杜鹃花，他们一边吃着简单的餐食，一边欣赏眼前的景色。John心里想着，这种在海拔3400多公尺的高山上，坐在杜鹃花树下用餐的体验，比许多人跑到日本坐在樱花树下用餐还要特别而稀有。这株是杜鹃吗？应该是啊。这支不就是？这次前往合欢山东峰前，气象局预报降雨几率高达50%以上。哑铃与 John 原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认为这趟很可能会遇到下雨，天气不佳也难以好好欣赏杜鹃花。但实际上山后天气却出乎意料的配合，完全没有下雨。他们非常庆幸老天帮忙，让这趟旅程得以顺利。山区此时云雾轻轻缭绕，在雾气的衬托下，盛开的杜鹃花颜色显得更加柔和突出，粉白花瓣与周围的山景相互映照，呈现出一种宁静而清新的美感。哑铃与 John 在休息时仔细观察并比较了眼前这两种高山杜鹃的差异。玉山杜鹃的花朵较大，花瓣呈现白色至柔和粉红的色调，叶片宽大且具有厚实的格质感，整体看起来优雅而清新。红毛杜鹃的花朵则相对小巧，花色多为较鲜明的粉红至紫红色，叶片较小且边缘带有细细的绒毛，质地较薄。在生长期方面，玉山杜鹃通常开花较早，大约从4月底开始绽放，5月进入盛开高峰，而红毛杜鹃的花期则稍晚一些，多在5月中旬到6月达到最美阶段。
两种杜鹃虽然花期有部分重叠，但在合欢山东峰这样的高海拔环境中，形成了自然的接力开花现象，让山坡上的粉白与粉红色调得以交织呈现，更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。两人边看边讨论，更加体会到高山环境中不同杜鹃各自的适应特性与独特魅力。在东峰最高处充分欣赏过杜鹃花后，雅令与 John 开始踏上回程。下山的路比上山时轻松许多，原本沉重的步伐变得稳健而轻快，少了持续爬升的喘息与压力，两人终于能用更从容的心情欣赏周围的风景。东峰的阶梯山路两旁并没有茂密的树林，而是广阔无垠的玉山箭竹草原。绿色的箭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一望无际，视野极为开阔。下山途中，他们不断看见对岸的中央山脉层层叠叠，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缥缈的薄雾缓缓流动于山谷与棱线之间，不时将部分山峰轻轻遮蔽，又在下一刻显露出壮丽的轮廓，景致充满变化与层次感。合欢山东峰海拔3421公尺，位于中央山脉北段的主脊之上，坐落在南投县与花莲县的交界处。这里不仅是台湾著名的百岳之一，地理位置十分特殊，属于典型的高山草原与寒带植被交错的地带。由于海拔高、气温低，加上常年受到强劲季风的影响，这片区域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与开阔景观。走在下山的步道上，雅令与John一路慢慢前进，他们不时停下脚步，眺望远方被云雾环绕的山峦，深深感受到台湾高山特有的雄伟气势与诗意美感。无论是壮阔的山脉、流动的云雾，还是眼前这片辽阔的高山草原，都让他们由衷认为，这里的风景无论在气势或美感上，都完全不输给瑞士阿尔卑斯山等世界知名山区，堪称世界级的高山体验。下山过程虽然仍有不短的路程，但因为一路有如此优美的景色相伴，加上坡度顺势而下，两人走得相当轻松惬意。回想这一天，从辛苦攀登到抵达东峰，再到现在悠闲下山，他们心中满是满足与感动。在松雪楼，两人还看到一间提供急性高山症治疗的休息室，即使风景再美，高山环境仍需注意身体状况。在合欢山东峰充分欣赏过满山的杜鹃花后，雅令与John终于如愿以偿，完成这趟梦想中的高山花季之旅。两人稍作休息后，便开始下山，准备前往今晚预定的住宿。他们今晚要入住位于清境农场的白云山庄。办理完入住手续后，两人将在这里停留2个晚上，总费用为4488元台币，每一个晚上2244元，包含早餐。这个价位在清境农场还算合理。白云山庄是一栋独立的山庄，位置较为清幽，视野相当辽阔。地址位于南投县仁爱乡荣光巷8-2号。两人提着行李走上2楼，沿着木质楼梯来到自己的房间。一打开房门，眼前景象让他们眼前一亮。房间正面有一整面大型落地玻璃窗，视野极佳，可以清楚看见清境地区层层叠叠的山景与山谷，几乎一览无遗。房间空间宽敞舒适，采光良好，布置温馨简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浴室还附有一张独立式的浴缸，让经过一天高山徒步的他们能好好放松，泡个热澡。两人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广阔的山景，心情十分愉悦。白云山庄还提供晚餐餐厅的专车接送服务。雅令与John当下预约了晚上6点的车次。司机提到，附近总共有144家民宿和饭店，只要客人预订餐厅，他几乎都要负责接送。车上气氛轻松，司机聊起自己小时候就读清境国小，教室旁边就是养牛羊的地方。John 听了忍不住笑着说：“这简直就是标准的放牛班啊！”晚餐，两人来到伊那谷品尝著名的瓮缸鸡，他们点了900元的2人瓮缸鸡套餐，附上当日的例汤和热炒青菜。
当香喷喷的瓮缸鸡上桌后，雅令用灵巧的双手将烤得金黄酥脆的整只鸡慢慢撕开，动作利落，鸡腿、鸡肉一片片分离，热气与香味随之散开。赶快吃了。赶快吃，不要拍了啦，赶快吃。两人边吃边赞叹，鸡肉外皮酥脆，内里鲜嫩多汁，调味恰到好处，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期，吃得非常满意。享用完美味的餐点后，他们又点了一瓶100元的啤酒，轻松地干杯庆祝。今天从早上登上合欢山，欣赏到美丽的杜鹃花海，晚上又吃到这么棒的瓮缸鸡，雅令与 John 都觉得这一天非常圆满。吃饱喝足后，就可以好好回到白云山庄，洗个热澡，睡个好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雅令与 John 睡到自然醒，拉开窗帘，眼前层层山峦与清静的广阔风景映入眼帘，让两人不由得赞叹，这就是台湾之美。下楼享用饭店附赠的早餐，餐点虽然中规中矩，但种类还算丰富，有台式炒青菜、卤肉饭、稀饭配菜，还有萝卜糕、蛋饼、吐司果酱以及冬瓜茶和牛奶可供选择。因为是住宿包含的早餐，两人并没有太过计较。咖啡的表现则比较普通，两人也就没有多做评论。简单而满足地吃完早餐后，他们展开了在清境的第2天行程。完成合欢山东峰的杜鹃花之旅后，雅令与 John 觉得此行的主要任务已经圆满达成。今天他们决定不再安排任何行程，好好耍废一天。两人来到白云山庄宽敞的露天平台，躺在舒适的户外沙发上，四周被清静的群山层层环绕，视野辽阔，微风徐徐吹来，让人感到无比放松。更有可爱的猫咪陪伴，其中一只特别可爱，在他们旁边的沙发，舒服又夸张的睡姿，慵懒又可爱。雅令与 John 就这样悠闲地躺着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宁静时光。他们都觉得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放松。今天天气还可以，这个上午又到了午餐时间，雅令与 John 顺着山坡往下走，旁边就是清境农场的小瑞士花园。说起来也很有趣，这10几年来，他们往返清境到合欢山，不知都走了几回，但每次都是路过，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好吧，既然今天人都来到这儿了，索性就进去看看吧。刚好这里用餐可以享有门票优惠。一走进小瑞士花园的餐厅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种非常有历史感的气氛，看得出已经很旧了。果不其然，送上来的餐点基本上都是微波食品。老实说，真的称不上美味，就是求个温饱。好，吃完午餐，我们正式进去花园里走走。这座小瑞士花园占地大约有6公顷，它的前身其实是清境10景之一的思源池，后来在民国71年，也就是1982年左右，才渐渐开放。走在里头，看得出以前的设计其实非常用心，花了很多心思。只是以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，难免觉得有点老套，带点复古的年代感。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换个心情吧。接下来，雅令与 John 就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些平常没注意过的植物，把这趟路当成一场大自然的生态课，这应该是个能给自己加分又很完美的理由吧。
哑铃跟 John 的这趟合欢山杜鹃之旅，虽然气象局宣称会下大雨，但我们真的很庆幸，在山岚缭绕、没有下雨的好天气下，终于解锁了传说中的杜鹃美景。这次住在清境农场的白云山庄，整体感觉还算满意。最后，我们也顺利解锁了小瑞士花园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植物需要吸收与学习，真的太不简单了。这趟旅程收获满满，生活体验营，我们下一集见。